猎的时候，还有解忧和温归陪着顾，可现如今，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了。昆明，左夫人刚刚生产，要不要去陪一陪？等打完猎以后，我自然会回去。昆明，我看这天气不会有猎物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打不到猎，顾今天就不回去。昆明，跟上昆明，撤！ 连之路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伴侣，而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儿子，昆明，怎么回事啊？母后，孩儿受伤，无法给母后请安，请母后恕罪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搞的？说话呀！回太后，是昆明在狩猎途中遇见了狼。你们这帮侍卫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昆明伤成这样，你们却毫发无损？母后自没有。来人，把今天失职的护卫都给我杀了！哎，母后莫急，坐。今天是孩儿一时贪图狩猎，把他们给支开了，不怪他们啊，不怪他们。母孩子，下去吧。虎姑，你也来了。听到昆明受伤，虎姑担心不已。皮外伤，不碍事。虎姑也觉得几只野狼伤不了昆明的元气。太后，您就放心吧。放什么心？我放心。先是死牢失火，右夫人温归身亡，现在昆明又遇险，伤成这样。
不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母后，没事的啊，你看儿子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几只狼而已，不必担心。啊，母后，孩儿今天呢也累了，想先歇歇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好，我先回去休息，你也好好歇着，晚上我再来看你啊。好。虎姑在。啊，王子，他怎么样？回昆明，一切都好，昆明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你要替姑照顾好这个孩子。喂，回去吧。胡姑告退。莫哈兹，昆明，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？回禀昆明，正如昆明所料，那些狼的脖颈上毛发稀疏，像是戴过钢圈的痕迹。果然是被人圈养的。参见左夫人。快把药端进去。喂。这是什么药？回昆明是补血生机的药。怎么样？古尔亚哈穆伦特，公主有何吩咐？前几日昆明的披风忘在我这儿，为何不见了？古尔亚不知。穆伦特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啊，会不会是昆明差人拿回去了？若是昆明差人来取，为何我们3个人都不知道？这事真是蹊跷。公主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昆明说那狼是被人圈养，若是有人从我这儿偷走昆明的披风，让狼记住味道，披风的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，否则你们谁都活不了。是，奴婢不敢。昆明，昆明怎么了？昆明，昆明，怎么样？骨头疼得厉害，我想可能是伤势导致的。去，给我倒杯水来。好，嗓子像是火烧着了一样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想不通。这是穆哈兹信任我，偷偷跟我说的。按理说，王兄他身体健壮，就算是被野狼所伤，那也并不致命啊。怎么会在太医的诊治下却越来越差呢？更奇怪的是，昆明现在头疼症状，跟公主之前中毒的症状非常相似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昆明怎么了？什么中毒？解忧，你别着急，
兄他不会有事的。即便是真有人给王兄下毒，不是还有易硕在吗？他会有解毒的法子的。我要去看看昆明。你疯了！王兄以为我们死了，你眼下贸然去，万一被抓了，那是欺君之罪。我担心他。他是我的兄长，我就不担心吗？我现在急的是没有头绪。有人先后给细菌、我和胡姑下毒，火烧死牢，害死了阿彩，现在又向昆明下手。这个人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觉得我自己笨死了。我也跟你一样没有头绪。若说是匈奴人干的，为什么胡姑也中毒？我肯定，胡姑和我中了一样的毒。可是，这样对谁有好处？行了，我们都别再瞎猜了。对方一定还会再出招，我们就只有等着对方的下一步棋了。我相信昆明不会坐以待毙的，他一定会想办法，令凶手自乱阵脚。昆弥到，神明护佑，昆弥万安。昆弥，你的伤势不碍事，不过也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这么点小伤，竟然破了元气。昆弥伏笔深山，必将早日康复。这几日，朝堂上有什么要事吗？回禀昆弥，安守克负责死牢失火一案，但尚未发现任何纵火证据。再查。喂，禀昆弥，匈奴自退兵以来并无异象，边境和平无异。好。昆弥，小侯有要事要奏。说。小侯恳请昆弥立王子你为王主。程山，你是什么身份？立王储之事你也敢插嘴？太后息怒，昆弥这次受伤非比从前，恐怕一日三刻无法好转。眼下大汉和匈奴对我乌孙是虎视眈眈，小侯认为昆弥必须要做好准备，万一……什么万一？凭你这句大逆不道的话，我就……哎，母后，常山说的有些道理，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让姑和母后来决定吧。你们先退下。母后，立王储之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的？这还用说吗？这孩子有匈奴血统，如果你立他为储，胡姑就会母凭子贵，那些亲匈奴派大臣更是如鱼得水，那乌孙有一半就会落入他人之手。母后说的极是，但是我认为，这孩子毕竟还有一半我乌孙王族的血统，而且他也是我军须弥唯一的孩子，只要善加教导，将来他一定会为乌孙利益着想的。可是，母亲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。请不要善加阻止了。昆弥，既然你执意要立你为王储，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
昆弥驾到。来，拜见昆弥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昆弥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胡姑今天真是好福气，好久没有见昆弥笑过了。昆弥还是要注意身体，按时吃药。姑知道。今天过来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姑打算立你为王储。昆弥是说立咱们的儿子为王储？胡姑谢昆弥天恩，胡姑一定好好教导王子，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储君。这件事呢，就不劳烦你了。昆弥什么意思啊？来，起来说。坐下。乌孙的规矩，凡是异族夫人所生之子，要立为王储，那不得由亲生母亲抚养。这是什么规矩？我都没有听说过。这是我乌孙的老规矩。你放心吧，孩子会交由我母后抚养，绝对不会亏待的。这也是我母亲答应立你为王储的唯一条件。昆弥，你一出生才不足半月，你不会是想把他从我身边带走吧？这件事情已经定了，不能更改。昆弥，如果是这样，胡姑宁可他不是王储。此事岂能容你戏言？立你为王储是好事，你不是一直想这样吗？穆罕兹，把孩子带走。虎姑，要记住，以后不要再打听王庭的事，不要以为自己的孩子做了王储，手就可以伸长了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我乌孙的小王储，真漂亮。太后，昆弥说王子尼还未满月，昆弥会亲自挑选奶妈来照顾他。哼，昆弥也真是的，连我都不放心。我这儿有的是奶妈，一定会把小王储喂得壮壮的啊。那是，有了太后的照料，昆弥当然放心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告诉昆弥，我会亲自带你去祖陵为这孩子祈福。宝贝儿，
这王子长得真漂亮。是啊，太后，您为何叹气呀？这孩子确实漂亮，就是太像胡姑了。你去备好车马，我要带王储亲自去祖陵祈福。哦，对了，之前跟你说的可曾备好？太后，一切备齐，神鬼不知。我去了。去吧。我想一个人为王储祈福，你下去吧。先祖们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君须弥，为了乌孙。若要惩罚，便惩罚我一个人吧。下不了手吧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解忧，解忧！哎呀，不可能！你的灵魂为什么会出现在祖陵里？因为我嫁给了昆弥呀，要做鬼，也是乌孙的鬼。你做鬼便去做鬼，你为何现身在我面前？因为我看见了，你要害死这个孩子。解忧，你葬身火海跟我可没关系，我没有害你。说，为什么要害死这个孩子？你不要过来！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你说你没有害我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滑胎到底是为什么？啊？细君公主怀孕的时候头痛难忍，我和胡姑怀孕之后也都头痛难忍，这分明就是一种中毒的症状。有人不但要毒害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还要置我们于死地。当着祖先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要有半句假话，我现在就带你下地狱！不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不想让匈奴和大汉的血统混入乌孙，我都是为了乌孙的将来啊！血统就这么重要吗？如果你们的孩子成了王储，匈奴也好，大汉也好，都会逐渐地控制乌孙。可你杀害的是无辜的孩子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他们的母亲也是无辜的。当初细君公主中毒的时候，不是你下的药吧？我给你们下的只是滑胎的药，怎么可能会毒死细君呢？以你的身份，一定不敢做这样的事情。你还有同谋。昆弥被狼咬伤，经太医诊治之后更为严重，而且头痛难忍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
你的意思是，他竟然，他是谁？谁呀？简佑，你不要问了好吗？你不要问我了。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即使你带我下地狱，我也不会说的。好，我不逼你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远离这个杀人凶手，不然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。事情过去之后，你一定会受到惩罚。但是现在，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你惩罚我吧，你带我下地狱吧。纳赫雅见过左夫人。大半夜的来我寝宫，好没有规矩。请夫人恕罪，是皇太后差纳赫雅来的，她有急事要见你。太后找我？是，请您移驾祖陵，太后在那儿专程等您。大半夜的去祖陵干什么？你回禀太后，有事儿，能否明日再？难道是你？夫人说的没错，是有关王子密。如果你还记挂着王储，那就不要再推脱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请。太后，胡姑来了。太后。解忧，你都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啊？我死得好惨呐，被火烧，被烟熏，死无全尸。是谁害死了我？我要报仇，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那你别来找我呀！四老失火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数次设计陷害我，又利用李陵使出连环计，一箭双雕，把我和翁归都关进死牢。你好聪明啊！这次事情你一定也脱不了干系。真的没有。自从我怀孕了，我就没有想过害别人。你说我中毒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，我哪还会害你呀？那你敢当着列位祖先和我的冤魂发誓吗？我胡姑发誓，如果是我放火，我不得好死，我儿子也不得好死。解忧，我求求你，不要伤害我的儿子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爱你的儿子，所以这次我姑且信你。胡姑，你该为你的儿子想一想，他是王储，是未来乌孙的王，你要好好的教导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好的君王，让乌孙更加强盛。这个王庭里隐藏了太多的秘密，多到连你都意想不到。这些秘密会置人于死地，你、我、细菌，甚至昆明，都是这些秘密的牺牲者。你要小心啊！小心谁啊？小心所有人，
我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你记住，如果让我知道你做了任何对不起乌孙和昆弥的事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解忧，你可真行啊！不愧是戏班出来的，这装神弄鬼的功夫一点都没生疏啊。是啊，公主，你以后可别这么吓我，我怀天杀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这装神弄鬼的。好了好了，通过这件事情，至少可以证明一件事：胡姑没有参与凶手的计划，她自己都不知情。那这个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有这么大力量，连陆胡母都被他控制了。公主，公主，我打听到了不得了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你可知道同仆都尉？同仆都尉？同仆都尉是匈奴单于为了控制西域而设置的特使，此人可以过问西域的政治、军事，可以插手矿藏、税务，而且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。这可是个深不见底的角色。没错。我原来担任过皇上的绣衣使者，曾专程到西域去探查此人的身份。后来我们死了很多人，都没有查清楚他的真实身份。此人不好对付。那你查到同仆都尉的身份了吗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据说同仆都尉一直隐藏在乌孙很多年了。哦，他还用乌孙人的身份活动于西域。这么说，乌孙混入了匈奴人？不可能吧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早先我和王兄在匈奴作为质子，而且先王列交弥的复国也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此看来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哦，他还用乌孙人的身份活动于西域。这么说，乌孙混入了匈奴人？不可能吧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早先我和王兄在匈奴作为质子，而且先王列交弥的复国也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此看来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怀大哥，麻烦你把胡姑送回去，不要惊动其他人。好。怎么？看来你已经有法子了。还是要从太后身上着手查，她知道太多秘密了。冯辽，还要拜托你一件事情，去打探一下匈奴军队的情况。好，我天亮就动身。冯辽，自己要小心。哦。好久没有看日出了，这林子里的空气真好闻。这是多亏了你啊，装神弄鬼吓坏了陆胡母，把这周边守卫的士兵都调走了。不过我还是不理解，你为什么会放过胡姑啊？要我对一个母亲下手，我还是做不到。虽然她是胡姑。不错，你还是没变，还是我那个解忧，善良的跟个傻瓜一样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太后既然会三番五次的对已有身孕的后宫下毒手。我倒是能理解她，毕竟她也是个母亲，她所做的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王兄。况且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在想，你说，如果当初是我继承王位，现在你是不是就属于我了？你想要那个王位吗？相比起来，我更想要你。你要是跟你那王兄一样，整天想着这些国家大事，我也懒得理你呀。解忧，如果这次一切顺利，你还会再回到他身边吗？我最好还是不要出现了。我想，你想什么？
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什么叫属于你自己的生活？不用为别人而活。你说话能不能别绕弯子？我饿了，再不吃东西我就变成饿死鬼了。你舍得吗？你等着。公主。啊，易硕。易硕好想公主啊！我也好想你。我让冯辽去找你来，是想问问你上次帮我解毒的药方，可还有？公主是要为谁配药啊？昆迷。乖。莫兰特。夫人，你醒了。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回夫人，是太后差人送夫人回来的。昨晚你与太后饮酒，喝得多了些。我喝酒了。那王子也是太后送回来的，说是王子还是跟母亲住好一些。难道我出现幻觉了？夫人，你说什么？昨晚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起，听见了吗？是。敬左夫人稍后，容我禀报太后。公主，出事了！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太后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后死了，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断了。解忧，这儿不能待了，我们得马上离开。没错，太后死得太蹊跷，如果她把见过你们的消息告诉别人，那就全完了。可是我们还能去哪儿？要不去右大将府上？不可以，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任何一个王庭里的人。公主，右大将这个人，我知道右大将是一个好人，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去找他，只会给他添麻烦。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，一定安全。哪里？母后，母后，你不会自杀的，肯定是有人害你。你放心，有孩儿在这保护你。昆迷。嘘，你干什么那么大声？我母亲在睡觉，你们都小声一点啊！木娃子，木娃子，去把我母后身边的所有人都给我抓起来，我要一个一个亲自审问。啊！昆迷，请节哀。太后驾崩，事发突然，您现在要是动了干戈，恐怕民心不稳，造成大乱。
昆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事儿跟你们这些亲匈奴派肯定脱不了干系，跟我没关系。还有之前解忧跟温归的事情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小侯干的，不是小侯干的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昆明，你多想了，不是小侯干的。昆明，我要杀了你！昆明，我要杀了你！不是小侯干的！昆明，这些匈奴人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杀光你们！杀光你们！那何雅，你伺候太后多年，也是宫里的老人了。你要是现在说，就不必受这些活罪。昆明，那何雅实在是不知道，我一进门就发现太后她已经……昆明，我说，昆明，太后，她的确不是自杀。说下去。回禀昆明，那何雅到宫里是10几年前，那个时候的昆明还没有继位，是有人安排那何雅在太后身边服侍。这个人是谁？昆明，你是否能退避左右？现在你可以说了吧？安排那何雅到太后身边的那个人，其实昆明也熟悉。太后曾经说过，若非有此人帮助，现在当上昆明的恐怕就是温归殿下了。这人竟然……没错，多少年来，太后一直受制于这个人。太后的死也是这个人所为。这人到底是谁？昆明，那何雅知道，我说了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那何雅恳请昆明，如果那何雅说出此人的名字，您能不能饶那何雅一命？好，只要你说出此人的名字，姑答应你，饶你一命。快说！
什么人？要造反吗？穆罕兹，穆罕兹！这大半夜的什么事儿啊？不能明天说吗？夫人，你得救救小猴啊！怎么了？小猴把昆迷软禁了。什么？小猴把昆迷软禁了？你疯了你！我没疯。昆迷丧气失地，太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。然后昆迷现在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我们这些亲匈奴派的大臣们身上。现在昆迷正对太后宫里的人刑讯逼供呢，下一步没准就是小猴啊。所以小猴为了乌孙，为了昆迷着想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趁此机会。闭嘴！你这是犯上作乱，大逆不道。夫人得救救小猴。小猴软禁昆迷，心里也非常害怕。但是夫人，你想啊，咱们为什么不借此机会跟汉朝断交，联合匈奴，把汉朝在乌孙的地方连根拔掉呢？我虽有此心，但谈何容易？右大将等清汉派大臣握有重兵，万一要是闹僵了……夫人，这事儿不难。只要夫人以昆迷的名义命令右大将即刻前往边境防范，那赤谷城内就唯夫人马首是瞻了。否则晚了的话，右大将会把小侯等一网打尽，到时候就怕连累夫人和小王储啊。好。成败在此一举。夫人英明。将军，怀将军求见。右大将，怀盟有事相求。怀将军，安索克帮不了你了。将军，怀某还未开口。不是我不帮。是我刚刚收到昆迷的急令，命在下前去边境相助防务，即刻动职。这么急？替我跟冯姑娘道个别。左夫人。怎么样？哦，大臣们都到了，都在殿外等着呢。右大将呢？右大将在1个时辰之前出的城。很好。夫人，昆迷的诏书。啊。夫人真是好文采呀！这和昆迷的文风笔记竟然完全一样。哎，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万万使不得呀！怎么使不得？夫人，您想，您是王储的亲生母亲，这诏书里昆迷让位给王储，夫人理当摄政。乌孙向来就没有这个规矩，况且很多大臣都把我当成外人。他们怎么可能让我摄政？话是如此，可是……少废话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岂敢畏惧？现在温归死了，右大将不在，大陆荒废在家，朝中就你一个重臣，让你摄政，谁敢有话说？小侯就是……让你做你就做。现在乌孙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你要再敢推辞，
我就把你犯上作乱的事情告知全城。不是，夫人您可别吓唬小侯。小侯做就是了，但是小侯执政就这个样子，大小事还得夫人定。那是当然，看你也不是这块料。把大臣们都叫进来吧。受于狼伤，伤势颇深，多日不愈。赤谷城遭遇多事之秋，王族接连身亡，昆弥身心疲惫。现下昆弥降旨，传王位于王子宁，是为黎民。常山西侯为摄政大臣，昆弥为太上王。常山西侯，臣在。宣旨。宣旨。吃点东西吧，这一整天饿着肚子可不行。这一整天发生的糟心事太多了，实在是没什么胃口。哎呀，文贵将军，你选这种地方好啊！谁也想不到你和公主藏在这种地方。哎呀，有个老相好，就是方便啊！这位姑娘说笑了，我只是温归将军的老朋友。哦。冯辽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？怎么能不急呢？你没看到公主连饭都吃不下吗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匈奴军队蠢蠢欲动。我就知道单于他早有准备，早就说过不应该放胡姑走。这次也许是我做错了，但是现在时间紧迫，必须想办法夺回赤谷城。怎么夺呀？兵权，联合右大将的兵权。我这就给他写信。写信是不够的，你要亲自去一趟边疆，密见右大将，请他带兵回来清君侧。我也想啊，可是我放心不下你。哎，哥哥，咱俩还是先出去吧。你走走走走。哎呀，走吧。我知道，眼下乌孙面临着覆灭的危险，昆弥的生死未卜，这个时候确实兵贵神速，耽搁不得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我也知道，你心里一定有一个冒险的计划，我一走就更没有人可以拦得了你。解忧，答应我，我回来之前你不可以出事。我不会的，你忘了吗？我还有这把刀陪着我。再好的，他在我在。撤！撤！怀大哥，我要你立刻飞书皇上，请他发兵，还要你亲自去玉门关外迎接援兵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公主，我走不得。怀大哥，我问你，以乌孙现在的兵力，抵挡匈奴的大军，有几成胜算？不到3成。所以，这次能够帮助乌孙御敌的，只有汉军。
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办成。公主说的没错，可是我怕皇上会因为上次公主放走李陵的事不肯施以援手。我也有些担心，但是我相信皇上不会因小失大。还有，如果我和温归都离开赤谷的话，只有风辽一个人来保护公主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这次只能放手一搏。好，我会尽力的。怀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路以来的陪伴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刘姐就今天什么都不是。谢谢。夫人，这是几个亲匈奴派大臣联名的奏折，想在今天的朝堂上奏给小侯。小侯还想请夫人先行过目。怎么回事？哦，大臣们都认为，现在应该示好大单于，担心匈奴会对乌孙用兵啊。这是向匈奴示好吗？这是要乌孙从此臣服匈奴。小侯一直认为这是夫人所想。荒唐！匈奴是匈奴，乌孙是乌孙，多年以来就是兄弟友邦，绝没有谁臣服谁的道理。哼！这份奏折不许拿到朝堂。下去。我要是非把这奏折拿到朝堂上不可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夫人怎么一直这么幼稚啊？小小的乌孙能打败越氏，收复失地，还不是靠我们匈奴幅员辽阔、兵强马壮吗？你们匈奴？夫人已经被乌孙人同化了，张嘴闭嘴乌孙利益，这实在是让小侯大失所望啊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自然是匈奴人，在下官拜同蒲都尉。你就是同蒲都尉？没错。我一直以为夫人会以匈奴的利益为重，但是夫人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以后朝堂上的事，夫人就不必多问了。你，夫人若是把小侯的身份泄露，那你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一样都保不住。你软禁昆明，是不是早有预谋？没错，昆明受伤，就是我圈养的那些狼打的埋伏。我从你后宫偷了昆明那件披风，狼记住了它的味道。那太后多问无益。夫人现在最应该担心的就是你的小妮妮。夫人留步。唐山西侯有令，凡进昆明请功者，都得经过他的允许。放肆！
我身为后宫之主，难道还要听他的？不想死的都给我让开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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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。你来了，昆弥。哎，别叫我昆弥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昆弥了。现在乌孙的昆弥，是你，还是长山？啊？昆弥，一切都是暂时的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再去说服长山，乌孙还是你的。哎，温归已经死了，解忧也死了，就连母后她也死了，姑已经什么都没了，只剩下这个江山。你那么想要，就拿走吧，啊？这些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虎姑能够嫁给昆弥，已经心满意足，哪儿还有别的想法？好了，昆弥好好养病，虎姑会一直陪着昆弥的。虎姑，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，你还想我怎么样啊？昆弥不要胡思乱想，虎姑是昆弥的左夫人，现在只不过是帮着昆弥代理国事。等昆弥病好了，一切都是昆弥的。你跟长山已经达到你们的目的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嗯？离我远点儿，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，让我在这儿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过去的错误，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为什么会那么有眼无珠，想陷了你们这些小人。虎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实话？哼！以前姑身边每个人都跟我说的是实话，可是我知道，他们不是为了顺从，就是别有用心。从第一天我当上这个昆弥开始，我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谎言、揣测、权衡。我已经累了，姑已经累得心力交瘁了，不想再面对这些权力的斗争了。这些东西把我变得跟你们一样，就因为这样，我才会失去我的爱人，失去解忧，
失去母后，我已经什么都没了。你们还缠着我干嘛？不过姑也谢谢你们，自从你们把我软禁之后，让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宁静。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日子了。谢谢你，翁归哥哥。翁归哥哥，给我当马骑好不好？老子才不呢！我可是乌孙的王储，草原上的狼王，怎么能给你当马骑呢？哼，翁归最讨厌了，我不喜欢你了。巨须哥哥，巨须哥哥，就知道欺负我哥。巨须哥哥，翁归他最讨厌了，他不给我当马骑。好了，妹妹，我来背你好不好？还是巨须哥哥对我好。翁归，你就是我的敌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昆明这么说，那我算什么呢？你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。昆明，好好休息。谁？你是谁？是谁？是我，解忧。解忧？解忧是你啊！没想到你死了，还要来看我。都是姑不好，是姑害了你。要不是我把你关起来，你也不至于葬身火海。还有温贵，是我害了你们两个人。我想，你跟温贵现在应该能在一起了吧？要不了多久，我也会去看你，到时候当面向温贵道歉。只可惜姑没能替你们报仇，对不起。
昆弥，你一定要振作。你依然是乌孙之王，是乌孙所有子民心中的男人。你放心，我和翁归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平安健康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让自己赶紧好起来，寻找复仇的时机。解忧，故乡你，你能过来，让我看看你们。你我人鬼殊途，我不便久留。昆弥，保重。解忧，解忧。看看了啊！哎，别了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看看啊！阿姨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关于翁归的。翁归，看看啊！翁归，他没死啊？真的吗？那你快带我去见他。千真万确，他们假死啊，是怕有人再次加害。这件事情呢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我一定不说出去。那你快带我去见他，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他说。他不在赤谷城，你若想见他的话，得等几天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将军，不好了！说什么呢？见鬼了！对，我看见了。这大白天的，真见鬼了！滚！摸够了没？殿下，没死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去，装什么未卜先知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死？直觉，咱们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这么久都没事，一把火就能把你烧死，我才不信呢！哎呀，我这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出来，你说你也不请我坐着说话啊？好。哎呀，我这好长时间没喝酒了。殿下，你没死，昆明他知道吗？阿索克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要请你帮个忙。这件事情，
跟昆弥有关。殿下尽管说，安所可能做到的，一定去做。好，丑话说在前面，我虽然是死里逃生，可我是畏罪潜逃，眼下我还是乌孙的逃犯。可是我要你帮我做的这件事情，是率领你的部队随我一道杀回赤谷城。殿下可有昆弥的符印？废话，有符印我还找你？我不跟你说了我是逃犯吗？可是没有符印，我怎么调兵啊？安索克，你这带兵在外，赤谷城里发生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常山西侯和胡姑狼狈为奸，软禁了昆弥，把持朝政，为所欲为。眼下赤谷城已经乱作一团，你可知道？有这种事儿？我翁归向祖宗神明起誓，刚才所言句句属实。安索克，昆弥眼下重伤在身，所以无法与这些奸臣抗衡，所以我更需要你带领你的军队跟我一道铲奸除逆，救出昆弥。殿下，我手下的这些将士，个个都是跟你出生入死拼出来的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他们全跟着走。可是没有符印，咱们出师无名啊！如果让奸臣挑衅，那咱们可是反叛的死罪啊！这用得着你提醒？你忘了我怎么成逃犯的了？殿下，你身为昆弥的弟弟，我又是一个带兵的大将，擅自调兵。这次起义要是失败，若要被定罪的话，可是人头不保啊！你说的没错，一旦失败，安索克，我与你一道人头不保。可是，一旦成功，你可是协助昆弥夺回王位的大功臣。在乌孙，你可要青史留名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听说夫人昨晚去见了昆弥。昆弥病重，我去看自己的丈夫怎么不行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我有关系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任何人都不能亲近昆弥。我说的任何人也包括夫人你，听得懂吗？啊？把孩子还给我，我再也不去了。我当然会把孩子还给你。但是有件事儿我要提醒夫人，你身上流着的可是匈奴人的血。嗯？这个我当然没有忘。很好。我还想请问夫人，如果昆弥病好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是乌孙的昆弥，我只不过是代为协政。等他病好了，王位还是要还给他的。还给他？夫人，想必你已经忘了匈奴人有一句老话：狼要生活在狼群，纵横草原；狼要生活在羊群，那就得终身低头吃草。夫人身上流着的是匈奴人的血，却因为常生活在乌孙，已经把匈奴忘了，口里还念念不忘昆弥。夫人，今天这个局面，我得来的好辛苦，你还让我把王位让出去啊？如果昆弥翻脸无情，给我定个谋权篡位的罪名，我该怎么办？嗯？昆弥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，只要你诚心认罪，死罪一定能免。把孩子还给我！你刚刚答应我的。孩子，我可以还你，但不是今天。他可是王储，是乌孙未来的王储。
放在你这儿，我实在不放心。万一夫人把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狼养成一只温顺的绵羊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我要带到我府上去养。夫人若是想他，来我府上便是。他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照顾不好他？昆弥还是你丈夫呢，你照顾好了吗？温归去找右大将搬救兵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他空口无凭，右大将能信他吗？哎呀，公主你就放心吧，温归口才那么好，再说他的身份摆着呢，右大将不会不信的。怎么了？胡姑。乌孙的祖先们，请你们保佑昆弥，让他早日康复，早日获得健康的躯体，早日让他明白我对他的一片真心。希望你们保佑乌孙未来的希望。我和昆弥的儿子，你让他平安长大，成为草原上最伟大的昆弥。祖先们，只要让他们父子平安，我胡姑愿意奉上生命。你干嘛老是缠着我呀？现在是白天，你尽可好好看看我，是人还是鬼？你没死啊？让你失望了吧？那个尸首，阿彩，阿彩是为了救我才被火烧死的。那你既然没死，干嘛躲躲藏藏、装神弄鬼的？这次，我想躲在暗处，好好的看一看，谁才是我真正的敌人。敌人？你是说我？过去也许是吧，可现在你我是同一条战线的人，你的朋友已经变成你的敌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。我没空听你说这些。你没死的事情我不会跟别人说的，赶紧离开赤谷城，别让我再见到你。常山西侯跟你亮明身份了吗？冯辽，你告诉他，常山到底是谁？常山西侯其实是匈奴人，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同仆都尉。他游走西域36国，专门执行绝密任务。你都知道？我也是刚知道的。胡姑，你虽然是匈奴人，但我相信你对昆弥的感情是真的。你我都是女人，也都有过一个孩子，我相信你会为了你的孩子不顾一切，对吗？那又能怎么样？昆弥被软禁在宫中，我的孩子在常山手里。解忧，你救过我的孩子，今天我放你走，算是还了你的恩情。你快走吧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我不会走的。你我是乌孙的左右夫人，现在昆弥有难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们要一起努力保护昆弥，还乌孙一片宁静。就凭我们没有兵权，没有内应，怎么可能扳倒常山？只要你我联手，就一定有办法。常山西侯再厉害，他也是个人，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。
行了，合作的基础是信任。你我阵营不同，天生就是敌人。我不会相信你，你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我。就算我们俩联手，我们也不可能把孩子从长山手里夺回来。只要孩子在他手里，我就不可能冒险。你现在处处被动，难道你指望长山西后他大发慈悲把孩子还给你吗？没错，孩子的性命固然重要，那昆弥的性命就不重要了吗？长山一旦决定利用你的孩子作为统治乌孙的工具，他会放昆弥一条生路吗？公主，有人。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靠我们自己。哎呀，我说公主啊，你长点心行不行？胡国什么人啊？什么话都跟他说，你就没有想过他跟长山西侯是一伙的？你说的对，他一直都是我们的敌人。要以前我肯定不会相信他，可是现在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根本搬不倒长山。侯爷，有紧急情况。说，右大将军率军离开驻地，连夜行军，直指赤谷城。右大将来的正好，我正愁没机会收拾他。没有兵符就敢起义，这是谋反。马上通知各营将领整顿队伍，准备与叛军交战。喂。我的侍女呢？侯爷有令，您的那些侍女年纪太大，怕侍候不好夫人，因此再为夫人选派一批新人，这2天就会来服侍夫人。出去！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靠我们自己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末将率骑兵同叛军作战，在叛军的队伍中，末将看到温圭将军。谁？温圭将军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末将亲眼所见，温圭将军骑在马上，同右大将并肩而行，两人谈笑风生，还让末将给侯爷带话，说让我们放下兵刃，开城投降。如若不然的话，他们就什么？他们就用侯爷的脑袋做开城的钥匙。文贵还活着。文贵现在离这儿还有多远？还有300里地。传我口令，所有守军紧急戒备，严防死守，绝对不可开战。传令之后，带一半士兵搜查赤谷城的每一个角落，必须要找到刘解忧，听明白了吗？右夫人，右夫人她不是死了吗？废话，公龟活着，刘解忧还能死吗？我的话记住了吗？给我找到刘解忧！喂。
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儿，我这儿随便转转。有事儿吗？哦，没什么事儿。艾拉，最近你听说什么没有？我刚刚听说一喜讯。喜讯？啊，说翁归没死，跟右大将正在来赤谷城的路上。翁归没死啊？我刚听说的呀。我手下的人看见了，这还能有假？这翁归既然没死，那刘解忧应该也在赤谷城。你见过没？没见过。要是我见到他了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好，忙吧，没事啊，忙吧。昆明，长山，怎么这么快就忍不住先来杀我了？昆明这话是怎么说的？小侯怎么能伤害昆明呢？右大将他意图谋反，请昆明立刻下旨，小侯会奉旨将他捉拿。那右大将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没有得到昆明旨意，就率军攻打赤谷城。哦，不过昆明放心，小侯一定把他抓回来，让昆明治罪。想不到安索科那小子还不赖啊！现在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，请昆明立刻下旨。长山啊，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？逼宫。为国为民，忠言劝谏，这怎么叫逼宫呢？写不写？不写。写不写？不写。等等，等等，我写，写。右大将练兵有方，忠心为国，功在千秋。我让你下旨，对你是有一份敬意，没关系，这旨你可以不下，无所谓。别忘了，你的符印在我手里，我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。长山，你也别忘了，右大将他骁勇善战，你不是他对手。你要跟他对战，你必输无疑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姑放了，姑赦免你犯上作乱之罪，如何？那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？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派人去匈奴请兵了。只要匈奴大军一到，我打开城门，你猜怎么样？右大将就算再能打，他也得投降。你还有，只要你在这儿，翁归跟右大将他们胆子再大，他们敢轻易攻城吗？啊？你说谁？翁归。翁归。
挟持了我，他们就不敢攻城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常山，乌孙子民只听我一个人的。你若让他们知道你挟持了我，那后果如何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昆弥不说，倒是提醒我了。乌孙现在大部分官员都偏向匈奴，只有几个不识时务的家伙还梦想着大汉。我告诉你，我会慢慢的一个个将他们除掉。到那个时候，大权在握，你觉得我还会在乎乌孙的子民吗？昆弥既然说了，我也不能轻视。看来第一个拿来开刀的还是右大将吧。小侯现在想请昆弥好好休息，我现在就出城守卫城池，与叛军一战。文贵若没事，那解忧，那解忧，安索克，此处离赤谷城还有100多里，你命令部队连夜急进军，明天天亮之前应该就能赶到。部队交给你带，我先走一步，记住。到了赤谷城，先不要行动，等我的消息。文贵殿下，我可是拼了身家性命跟你回来的，这眼看就要到了，你怎么撂挑子？谁说我撂挑子了？我这不先回去找右夫人吗？这大战在即的，你不好好带着大伙打仗，找什么右夫人？咱们打到赤谷城去，你不自然就见到了？你这个脑子，我要说你什么好啊？你想。常山他知道是我带兵回来，他当然知道我没死。那我没死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解忧也没死？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全程搜捕解忧。我提前回去，就是要防着这一点。哦，再说，他一定想不到我会偷偷提前回城去。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，不是能更快救出昆弥吗？安索克，兄弟们的性命可就交给你了。殿下放心，安索克在，兄弟们就在。您要多加小心，找到右夫人，尽快联系我。先走一步。这那边好像有人。解忧，什么人在叫？解忧，解忧，你快出来见我！我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。我们必须靠自己。是胡姑，胡姑，公主，你不能去，她信不过。她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走。解忧，你来了。我想明白了，什么人？胡姑是我请他来的，要扳倒常山，只能依靠胡姑了。我和解忧已经见过一面了，解忧说的对，现在乌孙一片混乱，昆弥又被常山软禁，想要解决问题，必须靠我们自己。我现在想到一个办法，或许能扳倒常山。动手！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太冒险了，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我要是想抓你们，现在就抓了，何必骗你们去宫里呢？就按胡姑说的做吧，虽然简单，但是有效。可是公主，嘘，我的好妹妹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容易轻信别人呢？你个骗子！闭嘴！要想扳倒常山，救出昆弥，必须听我的。
长山侯爷，右大将已率领戍边部队抵达赤谷城外，声称侯爷要交出昆弥，还说侯爷软禁了昆弥，把持朝政，居心不轨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右大将听说昆弥病重，于是起兵造反。一个反贼的一面之词，怎么能信呢？我还没问你呢，那里翁归没死，跟这帮反贼在一起，还是这帮叛军的首领，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翁归将军没死？对呀，确实我也有所耳闻。长山西侯，请不要转移话题。昆弥现在到底在哪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昆弥病得再重，也应该出来给个说法。就算昆弥不在，那带他摄政的左夫人在哪儿？我在此。既然左夫人来了，眼下右大将兵临城下，请问左夫人该如何处置？诸位不必忧虑，眼下有一件比右大将更加严重的事需要处理。我敢担保，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好，右大将的事自然就解决了。夫人所说的是何事啊？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，刘解忧没有死。刘解忧没死，真的？现在就在我手里。如今乌孙一片混乱，为何大家不想想究竟是因何而起？刘解忧私放李陵，引来匈奴和大汉为敌。随后，太后去世，昆弥打猎受伤。眼下右大将聚众谋反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刘解忧而起。刘解忧已经亲口承认，害死太后的主谋就是他。真的吗？如果大家都没意见，我现在就把刘解忧带进来，让他当着大家的面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。我把刘解忧交给你，你把儿子还给我。关键是他能认罪吗？昆弥在你手里，他怎么可能不认罪？诸位，既然刘解忧没死，他也肯认罪，那我们不妨把他请上殿来，看看他说什么。怎么样？对，好，把他请上殿来，这没错。带刘解忧。你说你是陷害太后的主谋，这事儿真的假的？太后确实因我而死，我愧疚不已。今天当着所有大臣的面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希望大家可以宽恕我，免我一死。没想到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！既然他已经承认了，还让他说什么？各位，对，什么都。既然刘解忧来了，就让他把话说清楚。大家都在，要实话实说。你是怎么害死太后的？所有事情的起源，都是因为孩子。话说清楚，什么孩子？大家都记得吗？乌孙出兵大渊的时候，我怀了昆弥的骨肉，可就在我生产之前，却突然滑胎，失去了我的孩子。也让乌孙失去了一位王子。可是自我怀孕之后，我就非常小心，滑胎之事太过突然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于是我就开始查，没想到，害死我孩子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的太后陆虎母。你说什么？太后为了保住王室血统的纯正，不惜害死了好几位王子。她在给每一位核心公主的安胎药中，都加入了滑胎的药物，让我无法保住我自己的孩子。
而细君公主也是如此，失去了她的孩子。刘解忧，你杀害太后，还敢污蔑太后的名声？我告诉你，刚才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句句都是死罪。正是因为我知道太后这件事情，才让太后遭奸人所害，死于非命。还在狡辩？你现在就是罪人。我何罪之有？刚刚你还亲口说你杀了太后呢，大家都听到了呀。我说太后之死因我而起，却从来没有说过太后是我害死的。害死太后的真凶就在这里，他利用太后，让每一位和心公主饱受滑胎之苦。是谁呢？还利用太后在他手里的把柄，在药里加入剧毒。大家想一想，滑胎虽然伤元气，但不至于死。细君公主为何而丧命？而我、昆弥还有胡姑，曾先后中毒。如此毒辣的手段，是何人所为？当庭翻供，你以为能救得了你的命吗？救不了。来人，把刘解忧拉下去。哎，慢着！左夫人，刘解忧说的话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但他已经是犯了死罪的人，为何要在这个时候诽谤太后？难道大家不想听听其中的原因吗？说得这么邪乎，我们倒想听听还能说些什么。既然把话说了一半，为何不把话说全，省得我们大家弄得云里雾里？是，我们说是不是？是，说清楚。既然各位都想听，那我们不妨听听。刘解忧，你别忘了，诽谤太后也是死罪一条。那要挟太后，试图颠覆乌孙，该当何罪？毒害和亲公主，谋害昆弥，把持朝政，又该当何罪啊？这个，你能告诉我，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有一个人，他生于匈奴，受匈奴大单于之命，周游西域各地。此人所到之处，无不充满阴谋和杀戮。后来这个人又到了乌孙，假扮成一名乌孙贵族，开始他更深的阴谋，就是要让我乌孙灭族，并入匈奴的版图，从此以后受大单于的统治。这个人利用太后谋害另一位夫人，表面上是为了保证乌孙血统的纯正，而实际上是为断我乌孙的血脉。我之所以说太后之死因我而起，是因为当我知道我的孩子之死跟太后有关，而这个人担心自己暴露，就残忍地杀害了太后。而现在，这个人又夺走了乌孙的王子，以他的性命要挟左夫人胡姑，自己摇身一变变成了乌孙的摄政大臣。此人是谁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常山西侯，我是应该叫你常山，还是同蒲都尉啊？侯爷，他说的可是句句属实。你真的是同蒲都尉吗？常山侯爷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是啊，怎么会？刘解忧啊，刘解忧，你太能编了。我怎么可能是同蒲都尉呢？我是乌孙的常山西侯啊。各位，咱们相识多年，你们还不了解我吗？太后是一国之母，我怎么会伤害太后呢？刘解忧，你杀害太后，诬陷大臣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来人！同蒲都尉，我还没有说完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证。什么人证？皇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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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吗？五龟，你果然没死。走，我带你出去。慢点，慢点。站住！
放开昆明！把他们带走。走。纳赫雅，不用害怕。今天所有人都在这里，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你告诉大家，太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这是乌孙大典，说话一定要小心一点。纳赫雅。 你跟随太后多年，诚实可靠，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。是他杀了太后。你说什么？你满口胡言！你一个下人敢在这儿说这种话？下去！你是匈奴人，江湖人称通仆都尉。他多年前就来过乌孙，他为了隐藏身份。 不敢抛头露面，他秘密来到宫里找太后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列焦弥去世的时候。列焦弥原本把王位传给了翁归殿下，太后在这个匈奴人的帮衬下，篡改了列焦弥的遗旨。 让军须弥做了昆弥，这个匈奴人就以这个为条件，让太后帮他篡改身份，做了常山西侯。我多次亲耳听见他威胁太后，让太后按照他的旨意，把堕胎药送给细君公主。 解忧公主和胡姑夫人，太后有的时候不肯，他就威胁太后说，要把篡改遗旨的事情说出去。右夫人发现太后送去的汤药是堕胎药后，她怕暴露了自己，不惜连太后都杀害了。你以为太后死了？ 就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。你一个人杀害太后的时候，我就躲在床后。我亲眼看见，是你！我亲眼看见，是你！你们串通好了，一起来陷害我。你们是老糊涂了吗？我是乌孙的常山西侯，现在的摄政大臣。通仆都尉。 你的死期到了，诸位，证据确凿，把常山西侯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我有兵权在手，刘解忧有罪在身，他的一面之词，你们能信吗？啊！来人！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儿，还有你，你以为你能活着离开这儿吗？现在就把这帮叛贼就地正法！ 愣着干嘛？动手！住手！都起来！都起来！常山，还不速速伏法！昆明，昆明，事已至此，常山已经不能回头，是常山错了，饶常山一命吧。 昆明，常山只求一死。昆明，
把刀放下！昆明，长山，原来你一直把刀藏在这里，看来你是早有预谋啊！没想到吧？放下刀，放下刀，我还有活路吗？当然没有，但是我可以让你死得有尊严。今天我要走不出大殿，我就会先杀了你弟弟。好啊，要杀我便杀，有种就来啊！我知道你嘴硬，但是我也知道你怕死。你怕你死了以后，你那心爱的小情人会跟着你哥哥一辈子。昆明，我想用一条人命来换你的赦免，怎么样？你把刀放下，你把翁贵放了，我们万事好商量。不是他的命，难道翁贵的命比你儿子的命还重要吗？长山，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死了，我保证，你儿子活不了几天。但是你要放了我，只要出了赤谷，我就让他把你儿子带回来。但是鉴于咱俩积怨太深，我还是先挑了你的手筋脚筋吧。刘解忧，要不是因为你是个汉人，乌孙跟匈奴早就该是一家人了。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废了他。哥，阿依拉，你把刀放下吧。阿依拉，你来干什么？回去，回去！把孩子给我。左夫人，解忧，小王储很好。阿依拉，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哥。阿依拉，不要！我求求你们不要把孩子给他，千万不要！我把孩子还给你们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刀放下。不可能，阿依拉，把刀放下！阿依拉，你知道你这么做是在背叛我吗？阿依拉，我永远不会背叛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把刀放下好不好？不可能，我不想让你再伤害更多的人，你把刀放下。你不是想离开赤谷城吗？我们现在就走，我们现在就走，我跟你走。你太单纯了，阿依拉。只要你把刀放下，我求求你。他们会放了我吗？你放了小苍狼，昆明一定会放我们走的，是不是？哥，长山的罪孽深重，就算我能放过他，乌孙的神明也不会放过他。听见了吗？啊！你太单纯了，走。小苍狼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阿依拉，对不起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当你是妹妹，单纯的家人。你知道，我心里爱的是别人。我现在就替你杀了这个混蛋！王兄，阿依拉，昆明，把长山西侯给我拿下！昆明，昆明，昆明，昆明！小苍狼，你满意了吧？傻瓜！我不想让我哥哥死。可我更不想让你死。我知道你不爱我，我只想让你记住我。小苍狼，好了。
爱了。托里泰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昆明，长山该死。昆明所中之毒，刚开始毒性微弱，但是每过1日，毒性便多加1分，进入内脏，无药可治。但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昆明似乎服用了能中和毒性的解药。什么？姑从未服过什么解药。是我在昆明昏睡的时候给你服下的。原来是右夫人替昆明延缓了毒性发作的时间。要命的是，昆明肋下的刀伤处，刀伤入骨，骨髓流入血液，还是不妙啊！什么不妙？毒素与骨髓融合，血液会逐渐变得粘稠，最终会……小人怕是也无力回天了。小臣该死！王兄他现在身体强壮，你一定要救他，听见没有？你必须要救他。那我还剩多少时间？小臣不敢。说，多则3个月，少则10天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喂，王贵，王兄，你刚才也听到了，我的身体已经无法处理朝政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朝政都由你来代为处理。王兄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可不能把这些烂摊子扔给我。等你好了，你自己来处理。不用多说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昆明，我这就飞鸽传书给皇上，让他请最好的医生给你诊治，好吗？不用了，你坐近一点，让姑好好看看你。好好养病，一切都会过去。文贵，长山呢？已经拿下，等候昆明发落。怎么？他想耍什么花样吗？他已修书大单于，让大单于趁昆明抱恙之际发兵治国。文贵，你怕吗？姑也不怕。我们终于又可以像小时候一样，一起去打狼了。昆明现在病还没有痊愈，你就不应该把常山的话告诉他。以我对常山的了解，这个人诡计多端，他说的话未必是实话。可如果是真的，匈奴大军压境，到时候我想瞒也瞒不住。与其到时候再告诉昆明，还不如早说，让大家心里都有个准备。殿下，右夫人，殿下，
紧急军情。说，斥候飞马来报，匈奴单于派出5万精锐奔袭赤谷城，明日将兵临城下。消息可否属实？千真万确。他们还说，匈奴大军浩浩荡荡，势不可挡。殿下，我们为了救昆弥，把周边的军队全都调回了赤谷城。眼下边境开打，已经没有人能阻挡匈奴了。右大将，匈奴出兵总要有一个说法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怎么不说话？是，匈奴人说，殿下仗着昆弥病重，自立为王，祸乱朝政。他们是要替昆弥夺回王位。胡说八道！什么狗屁借口！王兄现在正好好的在后宫休养，到时候他亲自出面澄清，我看他们还有什么借口？他们还知道，右夫人你没死，让我们把你交出去。什么？如若不交，他们绝不退兵，而且破城之日，鸡犬不留。除了右夫人你，他们还让咱们把常山西侯给放了。欺人太甚！匈奴想打我，奉陪到底。愿为父亲随你迎敌。这个时候轻举妄动，岂不正中敌人下怀？建友，匈奴人是铁了心的要你性命。目前的情况下，我唯有开战，让他们看看我们乌孙男儿的血性。安索克，清点赤谷城人马，准备迎战。喂，等等，右大将，我虽不懂军事，敢问赤谷城中还有多少守兵？只有6000人，但我还可以再召集一下。敌人的兵力远胜于我们10倍，如果殊死一战，也许可以保住名节。可是万一要是失败了，这城中有多少妇孺百姓，岂不都成了陪葬？可事到如今，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有，答应他们的条件。你疯了？你刚才没听见吗？他们的条件是要你把我交出去，可以阻止这场战争。解忧，你太天真了，要你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，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发动战争，吞并乌孙。如果把我交出去，依然不能阻止匈奴人的进犯，那我支持你们开城迎敌，奋力搏杀。可是，在这之前，如果有一丝希望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们也要争取。没有希望，他们要的不单是你的人，还有你的命。不要再说了，安索克，速速派人通知匈奴主帅，我们乌孙的家事轮不着他们掺和。如若不然，我跟他决战到底。李王，你不必担心了。怎么了，义律？他们投降了？没有。吼吼，他小小的乌孙，难道看不到我大军压境了？他们看见了，却还在加固城防。看样子，他要与我方决一死战。难怪说这乌孙是这西域诸国的异类，竟然敢如此不屑我大匈奴！哼！我看，既然他们不知死活，不如就踏破城门，杀了他们的昆弥。哎，哼！义律啊，不要忘了，城中还有我们的胡姑公主。大单于有令，无论如何要保她性命。那你说，如何是好？我想这乌孙，哼，只不过是逞一时之勇。一旦两军交战，看到我军骁勇，他们必然会害怕，开城投降，交出解忧。可是，如果他们死守城门，又该如何是好？如此，便只有血洗赤谷城了。昆弥小心啊！王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托利泰，昆弥不是让你好好照顾昆弥吗？哎，是我让他带我来的。匈奴人的5万铁骑，故也来亲眼见识一下。王兄，这里有我们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昆弥，就不要再靠前了，当心冷箭。
这匈奴军队势大呀，怕是不易抵挡。有什么可怕的？赤谷城城防坚固，再说我们也不是吃草长大的绵羊，匈奴人想杀进来没那么容易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王兄，昆弥，王兄，昆弥，昆弥，昆弥，王兄。小臣一再叮嘱昆弥，体内还有余毒，一定要安心的静养。可是昆弥眼下发起了高烧，显然是毒素已侵入了内脏，小臣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好了，特雷戴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把我扶起来。去，给我准备好的东西拿上来。喂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有事情要和文贵解忧单独说。喂。文贵，过来。我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很快就会击退匈奴。到时候，你就是乌孙的昆弥。王兄，哎。这是我临死前最后的一命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你当上昆弥之后，万事要以乌孙的利益为重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强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你得答应我。你做成乌孙的昆弥之后，必须把解忧送回长安。我不能把他留在这儿，他会成为乌孙的隐患，这样匈奴人就永远有借口向我乌孙发兵。现在该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。你是选择乌孙，还是解忧？我要是不选乌孙，那你就可以带着解忧远走高飞，去过你们想过的生活。你可以娶她为妻，但从此以后，你不可以再管乌孙王庭的事。我会把王位传给胡姑的儿子尼。这样的话，我想用不了多久，乌孙就会被匈奴吞并，成为匈奴的傀儡。你希望看到这一天吗？我不希望，我也不希望。我知道这很难做出决定。其实我这一辈子也在家庭和乌孙之间做着两难的选择。因为我不管怎么选，要么就牺牲家庭的利益，要么就牺牲乌孙的利益。可为了制衡匈奴和大汗，我只能选择后者。可是到头来，还是给乌孙带来了灾难。
最后还弄得家破人亡，众叛亲离。千万别像我这样。我知道以你的能力，你一定比我强。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。无论你怎么选，我都支持你。带着解忧远走高飞吧。大不了我死后，面对乌孙的祖先们，接受他们的责罚。谁叫我们是兄弟呢？我支持你的选择。拿着。我只是一个女人，怎么可以和乌孙的命运相提并论？相信翁贵会做出选择，做出让乌孙满意的选择。你出去，我和昆明有话说。你这么做不会后悔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回大汉？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我不想看到你们在一起。故事凡人也会嫉妒。以前都是我让着你，这次你就让我一回。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回。兄弟们，眼下匈奴人的5万铁骑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我想问，你们害怕吗？我知道，一定会有人害怕，这没什么。我也会害怕，我翁归也不想死。可是我们能怎么办呢？开城投降吗？眼下匈奴人已经开出了条件，只要我们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他们愿意退兵。不能答应他们。匈奴人要我们交出我们的右夫人解忧。
眼下解忧也愿意出城，以换取赤谷城得以保全。是，送一个女人出城，换得大家全部获救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我想请你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，即便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能活得安心吗？我们能让一个柔弱的女人替我们去死吗？如果匈奴人今天要的是我们的母亲、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女儿，我们能用他们的性命去换吗？不可能！我们能让乌孙女人替我们去死，我们自己却苟且偷生吗？不可能！今天匈奴人要的是解忧，是我们乌孙国母，这是对昆弥的侮辱，对我翁归的侮辱，对每一个乌孙男人的侮辱，我们能够答应吗？不能答应！既然不答应，我们能开城投降吗？绝不投降！既然不投降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死战到底！我们不会孤军奋战的。白天沙将军会突围出去，请来我们的援军汉军，有汉军相助，乌孙必胜。右大将，末将在，你务必要保全怀将军顺利突围。殿下放心，末将一定助怀将军突破重围。今天翁归把自己这条性命与大家放在一块儿，我们死战到底，守住赤谷，守住解忧，将匈奴人杀得片甲不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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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在不言中。解忧就交给你了。路上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安索克，赤谷城生死存亡在此一役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殿下放心，今天我们就做一件事：奋勇杀敌，赤卫乌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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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城门！赤卫乌孙！赤卫乌孙！跟我回来！撤！就你这点人，也敢跟我一战？我乌孙男儿，个个以一当十。我念你也是一员猛将，今天就给你个机会，交出解忧，我还你乌孙安宁。不要恋战，尽快突围。等我好消息。拜托了。
公主，公主就是乌孙，兄弟们，杀！杀！ 怀天杀，他一定能冲出重围的。等援兵来了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我而死。他们是为了你，但也是为了乌孙，为了和平。别再说傻话了。 义律，他乌孙竟然如此负隅顽抗。烈王，你不必担心，赤谷城内的守军不过万人，我看他们坚持不了多久。义律，加紧攻城，逼他们交出解药。我匈奴战士不可长眠于此。末将定当竭尽全力。 谢谢尤夫人。别谢我，要谢谢解忧公主。再喝一点。解忧，解忧，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公主，怀大哥。公主，怀某不辱公主使命。情况如何？敦煌守将愿意相助，不过要等皇上的旨意才肯出兵。什么？ 敦煌守将已经点起狼烟，长安城现在应该已经得到消息，就差皇上旨意了。先别高兴得那么早，万一汉帝不肯出兵，又该如何？不会的，皇帝不会坐视不理。乌孙是大汉的盟友。可即便是汉帝答应，汉军到此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汉军一定会来的，你们大家相信我，请大家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。好，我们相信公主，我们相信公主，相信公主。哎，公主，冯辽他在外面，去吧。啊。哎，看谁回来了？谁回来了？啊！我回来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救人！啊，好。哎，
给我找点喝的。都还不清，你起来，少占我便宜。我好累。滚！风流，你说咱们打了几天了？有3天了吧？这帮匈奴还真是顽强，损失这么多人，还在坚持。我看守城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，再这么下去，风流，你说咱们打几天了？有3天了吧？这帮匈奴还真是顽强，损失了这么多人，还在坚持。我看守城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恐怕……回天沙，回天沙，怎么了你？受伤了，我们去找医说，走。风凉。答应我一件事。我答应你保护公主，我知道了。我想让你答应我，从今以后保护好自己。火天杀，你今天吃错药了。平时像个木头一样，今天会说人话了是不是？啊？你答应我。
你答应过我的，会听我的故事。哥哥。怎么不过去？我没办法面对怀大哥。如果不是因为他怎么会不断的睡在这儿？景佑，我知道你难受，坚强一点。赵将军带了多少兵马？回禀公主，末将一接到皇上命令，就日夜兼程赶来，但准备仓促，只带了5000精锐。5000精锐解不了赤谷的围城。后续部队什么时候能到？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。但皇上在信中说，要末将拼死保卫赤谷城。我想皇上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辛苦你了。右大将麾下会安排你的士兵休息的，明日一早要跟我们一起战斗。多谢公主。那末将先去安顿了。5000人根本不足以击退匈奴人，而且现在城内余粮不足，如果不能一举击败匈奴人，我担心赤谷城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不会又想用自己去换取匈奴退兵吧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别说我不答应，赤谷城上下没有一个人会答应。你看看怀天杀，他是为什么死的？你这样做，他死都不会瞑目。公主，这场仗我们一定要赢，不能让怀天杀失望。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又来了。来之，灭之。
志。之前我们能够抵挡住匈奴的进攻，这次也一定能。可是赤谷城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不希望这里遭受涂炭。解忧，你是解忧，你不能放弃。你选择的是赤谷城，不是我。解忧，保护这里是你的责任。如果今天右谷离王还不退兵，明日我就出城。亏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把你当对手，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。那个就是右谷离王。我猜他是来谈判的。看来到极限的不只是我们。你真的要出城了？为了赤谷城，我要去试一试。解忧见过王爷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解忧公主是这么个女娃娃。我以乌孙右夫人、大汉和亲公主之名前来和谈，王爷却如此傲慢，这就是你匈奴人的诚意？和谈，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看我5万匈奴大军兵临城下，你那小小的赤谷城，我挥手可破，拿什么跟我和谈？好在我们大单于悲天悯人，放你乌孙一马，快快开城投降。解忧就是要告诉你，赤谷城不会投降的。你说什么？赤谷城不会向任何一个人投降。不过大王要是肯退兵的话，解忧倒是有一份大礼可以送给你。如果不投降，那就没得可谈了。哼，解忧告退。等等，您不是不想和谈吗？本王只是好奇，你要送本王一份什么样的大礼？有可能退兵吗？我领大军至此是为3件事：一，赤谷城投降；二，诛杀谋篡者；三，交出你和常山。做到此3件事，我匈奴大军立刻退兵。王爷的条件解忧明白，只是解忧不知道，王爷攻打赤谷城，你手下的5万精兵还剩几成？小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带兵攻城是折损了些兵将，但对付你那小小的赤谷城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小姑娘，纵然你身后有几千汉军，挡得住本王吗？解忧不才，但数数还是会的。自王爷攻打赤谷城3天以来，手下将士折损不止1万吧。我赤谷城岿然不动，现在又有汉军援助，不知你拿下赤谷城还有几成把握？据本王猜，你赤谷城粮草不过10日，现在还需供给汉军，饭都吃不饱，你拿什么跟本王打仗？而且本王折损兵将，比赤谷城折损的少啊！那个汉将，怀天杀，不就阵亡了？别轻举妄动。为了你城中百姓，还是接受本王的条件为好。王爷的意思是说，解忧要是不答应，您就一定会打进城？那是当然。夫人笑什么？解忧知道，匈奴军队善战，但是我乌孙的健儿和大汉的将士绝不会甘受屠戮。如果你一定要打，即使赤谷城烧成一片焦土，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。也许赤谷城真的会陷落，但是我保证，你得不到一个俘虏，而你的军队会在赤谷城下全军覆没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只够苍鹰和野狼分尸。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匈奴的草原，岂不可悲？不过解忧也不希望这样，所以才会跟大王提出送你一份厚礼。讲。解忧愿意停战，让你们回到匈奴，
而且我可以保证，乌孙和大汉的联军绝不从后追赶。夫人，我待大军至此，岂可如此退兵？王爷，您在这赤谷城下消耗着粮草、军器，还有所剩不多的补给，马上就要入冬了。难道您希望您和您的部下在这城外度过寒冷的冬天？大单于的命令，不过是希望借你5万大军的威势，让我乌孙不战而降，交出我刘解忧，而绝不是让你拼光家产，只带我解忧一人回去领命，对吧？只要你肯撤兵，我会让汉军后撤30里，让你们安全地回到匈奴。夫人，倘若我退兵，与大单于处，当如何交代？解忧不会让你空手而回。你忘了，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。什么大礼？常山西侯。常山？对。常山多次加害于夫人，夫人你能放他回家？跟我赤谷城相比，常山西侯的命一文不值，你尽可带他回去。好，夫人，你这份大礼，本王收了。王爷深明大义，解忧感激不尽。但是夫人，本王虽然走了，但大单于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匈奴铁骑便会卷土重来。告诉大单于，我解忧就在这赤谷城中，随时恭候。走。匈奴兵退了！匈奴兵退了！将军，匈奴兵退了！这退了，真的退兵了。有夫人成功了。解忧公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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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昆弥他，王兄，匈奴退兵了。昆弥，哥。殿下，昆弥怎么样？夫人，昆弥他。夫人，
拜见昆明。拜见昆明。拜见昆明。快起来！昆明这么晚来了，是有何事啊？别叫我昆明，叫我温归就好。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。昆明国事操劳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解忧，你怎么了？你抬起头来看看我。我是温归啊！乌孙国没有温归了，只有乌孙之王温归迷。童仆拜见大单于。童仆，你潜伏乌孙多年，耗尽我无数的人力财力，现在你已经失去所给予的一切，犹如丧家之犬，有何话可说？童仆无话可说。要知道，现在的你对我来说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童仆知罪，但童仆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讲。童仆既不为单于拿下乌孙，最后功亏一篑，这都是拜刘解忧所赐。刘解忧害我失去了唯一的妹妹，也正是她死守赤谷城，让右谷离王无功而返。所以，童仆愿重返乌孙，替单于杀了解忧，请单于恩准。事成之后，童仆愿以死谢罪。公主，就算要走，又何必走得这么急呢？夜长梦多，既然决定要走，那就今夜走吧。公主，你不想走，你舍不得温归，你怕你改变主意是不是？这块玉佩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温归。公主，马已经备好了，还带了几个亲信的卫士。冯辽，此次反汉，路途艰辛，你可以不必跟着我。公主，我若不死，就会一直保护你。
西女，帮我跟安索克说一声谢谢他。好，再见，保重。文贵，昆明，你怎么能当着满朝文武突然就跑了？他们说，解忧昨晚连夜就走了，看来是真的。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也好。他走了，你就可以一心一意的为乌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逼我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当年我来西域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季节，周围的草木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。不过来的时候我是向西，现在却是向东。路可以往回走，人生却不能重来。来到西域，后悔了吗？若是后悔，这一生有太多的事情要后悔了。如果没有遇见温归，没有暴露玉佩的身世，没有被皇上选为和亲公主，你说的对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也不应该后悔。如果真的要面对的话，我宁可笑着面对。唉，这一路只有我们2个人相伴，是不是有点寂寞？寂寞？怎么会呢？有一位绝佳的伴侣正等着我。绝佳伴侣？粉姑娘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姐姐，你真舍得王子尼吗？妹妹，现在的乌孙是温归的天下，我若是不走，别人岂不是会说我想母凭子贵，把持朝政？再说，我相信温归会把你当成亲生儿子的。可是离开了乌孙，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呢？现在还没有打算呢。赤谷城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等你进入大汉疆土之前，我们做个伴儿好不好？正合我意。不过今天天色已经不早，歇息一晚，明日一早再出发可好？好啊。驾！啊！之前2个人恨之入骨，现在这般亲切。哇，女人太可怕了。你这人真奇怪。哪里奇怪了？
现在昆明已经不在了，你大可以跟温归成婚，共同治理乌孙。可你倒好，在这个时候偷偷跑回汉地。我不能留下来。难道你不想陪在他身边吗？想。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就可以的。现在乌孙的昆迷是温归，如果我是你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抛下一切，在所不惜。再说，昆迷都不在了，你还要跟我抢他呀？姐姐，你我已经不是敌人了，可我一人说不过你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也只能这样选择。即使心里再疼，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经营乌孙和匈奴的关系，眼看就大功告成了，没想到最后却毁在你们手里。为此，我失去了心爱的妹妹，失去了单于对我的信任，所以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。义律，你疯了吧？这是单于的命令，你也敢违抗吗？我义律可以背叛单于，却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胡姑。好，那我先杀了你。我要替怀天杀报仇！公主，快走！
了。